哈喽，大家，这是我老弟，这是我老姐，大家又回归了。现实返场。如果是第一次看我们频道的朋友，可能不知道他之前有跟我一起看过乒乓。没去看的可以去看一下。我们今天要开始看的这个是《诡秘之主》，它是一个国内的网文改编的。但是说起网文的话，它虽然不能说很大发言权，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发言权。为什么？你都喜欢看什么网文？就我其实看的也少，时间少，因为我说实话，我自己的吧，我在番茄上看，我看那个斩神三九音序，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那个作家，他写的斩神，我有一面复刻镜，还有那个细神，现在在看细神，还有那个石中烟杀虫队写的那个石中烟的看，还有那个异兽迷城看过一点。感觉现在他们这个年龄段看的网文跟我们以前还不一样。像我们小学的话，就是当时特别流行看《斗罗大陆》。斗罗大陆也有啊，我们现在也有跟人看《斗破苍穹》《斗罗大陆》。因为我小学就开始住校嘛，我们当时就是班里不知道谁有一本，或者说当时是在连载期间，所以呢有那个《斗罗大陆》第几册，然后我感觉全班都在轮着看这一本，就是到这种地步，就所有人都在看。然后或者是我会就是偷偷在那个钢琴房里面，就是上钢琴课的时候会在钢琴房里看。钢琴课我都是睡觉，从来不上。然后之前老师把我那个小唐三那个册子，因为我期末一手不会弹，直接给我撕了。后来就是《斗罗大陆》还出了漫画，然后甚至现在也有动画，但是我都没太看了。但是《斗罗大陆》就是太经典了，反正当时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它的设定。对，就是国内不都好多那种像修仙啊什么类型的文吗？别玩我的娃娃了。就是看这种小说呢，我不是因为听那种就是哎呀很多厉害什么斗苍穹，我都没怎么听说过。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，我在三亚看抖音来着，当时看抖音刷那种网文，说在抖音上当时看了1个多小时。当时你能别花这么多时间看抖音吗？没有，当时我一下子，当时我一直没停，我把那14多集全看完了。结果他告诉我去番茄上全看完，我就当时生气了，然后我下载番茄，我就把那玩意儿听读看完了。这2年的话，其实就那个斩神他那个网文，他最喜欢网文，不是也改成动画了？是不是也是腾讯的？好像也就是腾讯的。诡秘之主不是也腾讯的？斩神的那个动画他是先看了的。你作为原著党有没有什么满意不满意的地方吗？说实话，这个做的还可以是吗？还行，删减的话不是特别多，但是有个非常致命的问题，就是他那一季15集压根儿都没讲到斩神，就是你斩神太长了吧1%，那斩神426万字呢。今年3、4月我就是突然看了斩神，是因为我之前刷到了一个混剪，就是他是这一刀会很帅。没有，我是被那个就是沈清竹和你别弄了，就是沈清竹和那个王面，我有被帅到，还挺震惊的，因为我基本是不看国内的，尤其是这种比较3D 的那种动画嘛，然后我就很震惊，就是现在已经就是做到这么帅的地步了吗？我看完那斩神以后，主播我就想写我也想写小说嘛，是每天晚上因为我也住校嘛，我每天晚上都回宿舍跟他们一块聊一块讲，哎，想想今天写哪儿了，哪儿有错了，然后我们在学校有时间就写初稿，然后那些人去帮我改完整稿，一些错别字啊、语气不通顺和一些小剧情片段改，就现在我写了12万字了。然后呢，他已经在番茄上有在发了。Yeah. 然后呢，完稿写了7万多字，还有地图，我们手绘了3张地图，还有一些地方，这确实因为我也查了很多，如果要真的想写好的话，就必须要去了解和去上网搜都写，有时间我也写个一天写个500多字、1000多字或者2000多字，因为没太多时间嘛，还有学习，没办法，就是文武双全，体育也好，学习也好，还要写小说。哇。对于《诡秘之主》这个 IP 的话，其实我感觉我今年才知道。我也知道，我其实因为在七猫上我没怎么对，是在另外一个软件上是吧？嗯，他是没有看过《诡秘之主》，没听说过。我是今年才知道的，因为今年出了一个就是最开始的那个预告吧，是今年，反正我是今年看到的。然后后面的出的陆续的预告，好像还有角色 PV 什么的，我就没看了。咱们还可以看那个龙族。
我也忘了，反正就是江南一个作者，我也不太了解。龙族我有听说过，也是仿文吗？对，他也是网文的。然后我看他那动漫写的还挺好，就是动漫。他出动漫了？挺帅的。我看的是日本的吗？还是咱们啊？大陆我都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，反正那个作者是2000几年非常出名的。还有就是作为一个也不能说特别喜欢《十日忠言》，反正我看完这小说《十日忠言》，我还蛮喜欢的，多重反转那种剧情和这种纯脑斗那种地方，我真的特别喜欢。咱们现在来看一下《诡秘之主》到底怎么样？我估计《诡秘之主》它肯定也会有很多改编的地方，毕竟就是你从网文改的话，改成另外一个媒介，它肯定要有改动的地方。首先第一就是时长也有限，太多了。这个在哪看来着？调亮。非凡世界，人类通过腐蚀魔药，掌握不同的非凡能力，完成生命层次的晋升。打怪升级呗。这22条境界之路，从序列9开始，序列数字越低，非凡能力越强。987654321呗。可以拥有比肩老套路了。又是神明，是不是那个跟斩神那个003、000几那个神秘代理人或者这种高序列一样吗？神之途径，它主要有点像斩神，它主要是要服食魔药，你没看吗？对。但魔药是什么途径得来呢？看还不错。阿根廷。哇，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！刚刚那是人脸，你看出来了吗？哦，我看出来了。哇！哎呦，还挺帅的，好流畅啊！这什么语言啊？这是塔罗牌吗？看起来还不错啊。比斩神稍微差不多吧。这是2D 呀。什么叫2D、3D？我说这是2D 的，斩神它是有建模的呀。什么意思？这没有建模吗？哦，我知道愚者应该就是那个塔罗牌，就是有一个牌叫愚者，刚刚也出现塔罗了。哇，开始要觉醒技能了是吧？啊，变异了。啊？哦，没有。啊？哎呦，10中烟！哎呦，血月吗？这是？穿越了。啊？脑淤血。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不会自杀了吧？Oh shoot！ 啊，他确实像另一个时空了。我也觉得啊。哎呦我去，等一下有点恐怖、啊，有点像怪盗基德啊！你看是不是？哦，穿越者吧？啊？哎，你看吗？老套路了，老套路了。系神也是。那可能他们就是都有借鉴嘛？都有借鉴，肯定啊，要不然写不了。队长，死者2名。哎呦，这个配音不错。哎，有点那个福尔摩斯的感觉。对，我也觉得。咱没看过。你没看过？你看过书？但这里应该经历了一场黑占卜，或者占卜，那就是塔罗。为啥黑占卜会死人啊？你看有献祭啊。啊。献祭，这就是克莱恩。克莱恩·莫雷，他应该就是男主。死者的同学，父母皆亡，目前和哥哥妹妹住在一起。他的能力好像在血液里，你看，感觉，哇，有点那个蒸汽朋克的感觉。啊，刚刚什么德什么萨克，
他能读懂？对，他们不是在解读吗？啊，是不是就像刚刚一样，大家都死了？他同学不就死了吗？没看懂。他是穿越到克莱恩这个身体里了，对，所以是献祭了吗？什么魔啊？梅丽莎她妹妹。你又看书一夜没睡？这是干什么？刚醒，打扫打扫。神神秘秘的。 Gone, bro。怎么了？这个好像又坏掉了。我人物画的好精美啊，感觉。他是这么穿吗？好了。那他现在知不知道他这套身体里的那些记忆什么的吗？怎么感觉他穿越过来就啥都知道啊？是吗？我怎么感觉他穿越附带的治疗效果。啊？他穿到别人身上了吗？他对是自杀，还是伪装成自杀？你看他不知道。他在分析他这个身体主人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因为那个笔记已经预言了他们的死，就本身的克莱恩确实死了。哦，他是从未来，这不就是现在的世界吗？他转运了。你要是恍惚，就再去睡睡。啊，没事没事。那好吧，我去学校了。记得买新面包，只要8磅。天气热太多容易坏掉。哦，对了，还有羔羊肉和豌豆。你最近找工作辛苦啦，我给你做豌豆炖羔羊肉。我今天会晚一些，等我回来。妹妹也太好了吧！这妹长得还挺好看的。她人物都很精美，感觉。哦。她要去解谜了。估计是。哦，她要转回去，我觉得穿不回去了吧？肯定。斯林太太，8磅黑麦面包。下课了。他是未来怎么知道这些人的啊？哦，对呀。对呀，这么感觉。他到底知道吗？还是你看外面的人？怎么感觉有点像英国？有点西洋元素。哦，这个视角好破呀！这很早以前啊。什么铁十字街？看着就差不多了。要不是红月太过迥异，这里真的像地球的平行世界。哦，他还穿越不同星球上。对，他是地球的，你看他还工作啊什么的嘛，就是很现代。
好混杂。合理怀疑这个人也是穿越的。有人在跟踪他。哎呦，换人了。哇哦！他会不会知道他是穿越呢？估计是这样剧情，或者就是你看猫捉老鼠，或者就是那个以前克莱恩，就是以前的克莱恩这个身体的主人跟他有啥事儿？高阳，来吧，来接受你前路的指引。好丑啊！他在暗中保护他的感觉。命运深奥，诡计难测，塔罗可以助你窥探隐秘。塔罗？我还测过呢，学校高中搞社团，直接抽仨逆位，这给我一点不信。哦，他应该抽中愚者了。免费？当然，让我们开始。等等，我再确认一下。那解读呢？也免费？知道这种套路，隐形消费。你要占卜什么？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未来。那请你再洗一次牌，默念心中所问。已经默念过了，请开始吧。这张象征过去，这张象征现在。不会是3张愚者吧？未来。好了，免费先生。好了，免费。想先看哪张牌？现在。愚者。哇！所有可能的开始。喂，你怎么又在假扮我？你要记住，你只是一个驯兽师。这可真是的，不想做占卜家的驯兽师不是好小丑。快去看好你那些狒狒，别再让我逮到你。先生，我的占卜其实……做的还不错嘛，这个看起来。但还没有打开，就是未来的看懂，你牌知道吗？他可能得一点一点揭露。哇，这什么？北大陆啊？感觉信息量还挺大的。就他名字挺难记的。嗯，有点是。转运仪式也好，穿越仪式也罢，拜托，让我顺利回家。所在地区的4份主石放4个角落。难怪他要去买那个。占房间中央，用4。那不是他妹妹让他买的吗？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转运。复生玄黄仙尊，复生玄黄天君，复生玄黄上帝。信的还挺多。哦。开门了。
警厅。发现没成功，还是在这儿。他应该回不去了。刚刚明明，他在地球也有这种转移仪式吗？又是最开头那种血的感觉了，你看。可以看看书，到时候。宝石，哎呦，碎掉了。哇，颠倒世界的感觉。回来了吗？啊！哇，异世界吧，这是。可能是他就是内心的世界吧，就一般来说都会有这种。啊哈。嗯。哎呦，这一集伏笔还挺多的。哇，这都谁呀？哦，这是不是？哇！你看有几个宝石吗？红的，然后呢，它这有一个，是吧？刚刚还有一个冰雪的能力。哇，这个音乐，哇，就是刚刚那个女孩，不是应该是刚刚那个女孩的样子吧？魔镜。这是什么魔镜？她好漂亮啊！她不也是穿越者吧？应该不会是，因为她长得就不像是穿越者。哇，这是不是神明啊？那种？这就是那跟踪他的，哎，是吗？是刚刚那个冰的那个什么冰的那个人。哦，是冰的人。哦，他是最牛的感觉，好多。这不是他。克莱恩是阁下，就是他厉害。请问，您是这片神域的主人吗？神域。连座神殿都没有，也能叫神域？对，感觉像末世。哦，想有座殿就来了。哦，他要造，他是造物主吧？他要造。哇！哇哦，不错。看吗？这么溜，挂！太逗了。果然不像。请问这是什么地方？您是谁？我。是周明瑞，还是克莱恩？哦，周明瑞是他本来的。为什么不是周子琛啊？哇，这个座好。你们可以称呼我。哇，那看来他能召唤好多人。愚者先生，我估计他删了挺多东西的，说实话。想做什么？一个尝试。哇，好帅啊！突然变得。就关键是。愚者先生，尝试结束了吗？可以让我们回去了吗？他在看他的能力能多强，能干什么？我现在就能让你回去。哇！声音听起来是位天真的少女，而另一位沉稳戒备，深浅未知。这是一次奇妙的体验，我一直期待着类似神秘、超越自然的奇迹。他们都是第一次被召唤。我该怎样做才能成为非凡者？非凡者，
听都没听过。就最开始说的那个序列号吧。这个问题，这位先生能给予你完美的答案。哼。对面的女士听口音是鲁恩贵族，而我远在苏尼亚海，相隔万里。苏尼亚，愚者是怎么办到的？你是鲁恩人吧？想成为非凡者，就加入黑夜女神、风暴之主。黑夜女神不是尼克斯吗？都见不到非凡，但非凡者确实存在，依旧在对抗着黑暗里生长的危险。哇！我不想失去自由。那你就去找王室，或者找那几位千年贵族。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我手上其实有2份序列酒的魔药配方，就是要喝魔药，不是说吗？另一份叫做观众，你能得到敏锐的观察力，可以向听起来像不同属性的超能力。世俗中的演员，序列酒是能力等级。这片灰雾，还有我的穿越，是不是也属于某种非凡力量？愚者先生，我与这位先生已达成交易，请允许我冒昧恳求，您可以做我们交易的见证吗？一件小事。那您介意多几次这样的聚会吗？聚会？愚者先生，您拥有我们无法想象的伟力，但对面那位出身高贵的小姐，与我，也许在未来某些时候，能帮您完成一些您不方便出面的小事。什么东西？频繁的聚会容易暴露我的秘密，但多接触神秘领域，就多一份回家的。他需要就是掌握更多的信息，他现在。但是就莫名其妙，那俩人突然就来这，然后就在这样，然后呢，感觉有点突然。感觉之后可能这个是不是椅子上都坐满了人？对，肯定是这样的。真实心灵交流。好主意。既然愚者先生来自塔罗牌，啊，他们都要用塔罗来取名儿。我懂了，接下来这几个都是倒吊人是周周，我也想到周周。精神力溃散。哦。那大地。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。遵从您的意志。遵从您的意志。这类似于也像个精神世界嘛。对啊。回去了。那人本来是在船上啊。就这个半死不活的。没有。警察。哦。督察姐，他怎么知道的？抱歉，刚在午睡。又见面了。你是市政广场跟踪我那个？跟踪？有趣的措辞。有趣的。为什么？伦纳德这个好帅啊！伦纳德小卡兄弟。啊，莫雷蒂是谁？他呀，克莱恩。克莱恩。莫雷。哦。啊？怎么变人了？不是俩人吧？啊！他能变？等会儿，算了，无所谓了。自杀吗？从现场痕迹看，啊，2个人。哪能叫自杀？那他妈是撞邪吧？什么奇怪的东西？你还有这句 ，Umarie Muse dit a j s a 就是什么意思？他也能看得懂啊？估计看不懂，然后问他的。不知道，我真的记不清了，尤其是最近的事。有证据证实2、17日，你去过麦克文先生的住所。
去过呀。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，我全靠自己的日记才能勉强猜到。麦格文先生丢失了一把左轮手就在他这儿。我想，应该能在这里找到他，对吧，莫雷蒂先生？在那边的炉子里。没什么想要补充的吗？有。昨天我半夜醒来，发现自己趴在书桌上，看起来像是经历了一场失败的自杀。在那之后，我开始失去了一些记忆。心理素质不错，你应该能听得出我的诚恳。这确实符合我推测的发展。不过，我相信没用，你必须通过专家的通灵确认。哇，好复杂呀，就感觉应该能帮助你回想起遗失的部分。我得看书了，我觉得。通灵专家是要弄出我地球的记忆。你很幸运，我们很高兴的看到你还活着。毕竟一般来说，遭遇这种事情，当事人全部死掉。所以他们像是习以为常，就是会有通灵的这种事情存在似的。估计是吧，黑占卜什么的吗？怎么了，莫雷蒂先生？万一他们发现我是穿越者？站住！这小混蛋，停下来头！站住！拦住他！放开我！总算抓到你了。让他把拿你的东西还你就是了。放开我，不然我诅咒你！机会。逃了，哥们儿溜了。跑干啥呀？他不想让他们发现他是穿越者，因为他们不是要把他带去通灵测试吗？没用的，到时候被抓。哇！世界的力量！哇！我觉得改了挺多的这书啊。嗯。还有2个非凡者呢，应该是。哇！非凡者是干嘛的都哦？对，他有超能力吗？不是，我知道非凡者是他主要目的是干嘛的，就是为了什么那个，就是往上升级嘛，应该。去城外码头。好的。会不会非凡者就是刚刚那警察之中的一个人啊？不确定，因为那个刚刚的能力想是把他就是抓住嘛。这人也有问题。你要去哪里？维尔奇的住所。哦，不会警察吧？哦，去，他应该就是那非凡者啊！他应该就是刚刚动用那个空间能力的吧？我的发，怎么又是梦了？啊！这又是非凡者了吧？应该又是一个非凡者。这不是他吗？哦，就是他。重新认识一下，职业者。就是非凡者，就是刚那个职业警察。他在操纵梦境，他是非凡者。莫雷蒂先生，他能把他拽入梦境，我们远比你想象，所以他叫职业者。哇，好帅呀！那我觉得一般。哇，那还不如守夜人呢。哇，十中烟，我十中烟要是做成这样，那无敌，那我支持。这是不是刚刚倒水的那个人啊？不知道哎。催眠，这么恐怖啊！这。哦。
哎呦，城市，哦，他被盗取记忆了吧？啊，这什么东西？这是他原本世界的。爸，克莱，真的是他的记忆，能看到他的记忆。看记忆，完了，穿越着。心灵大海，这是。他看到了。他已经知道。他并没有发现。照他所说，这里。这是不是就是通灵测试啊？本来说的那个。克莱恩，告诉我，你把安提戈鲁斯家族的笔记带去哪里了？笔记不见了。我不知道。6月27日，消失的那一页日记。发生了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他们死的时候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他还能复刻他的记忆，他的行为，让我想到《Moody Blues》。我这是通过了。目前有3点可以确认：他开枪自杀过，他确实还活着。至于他失去的那部分记忆，如同韦尔奇和纳亚的灵一样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哇哦！影响他的力量让人畏惧。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也是职业者，应该是警察什么的。你要小心。安婷。没看懂，说实话。哦，剧场，这就是他的现代的世界吧？因为是周明瑞。哇哦，这哪儿？北京吗？我，周明瑞，一个普通的打工族。今天我如同往常一样加班到晚上10点。哦不，现在是晚上12点，我可能遇上了人生的转折点。就是他老板，就是老板。你的代码程序崩溃了，让他回来加班。还有客户甲的方案要改回第1版了。难怪他想转运，你知道吗？当未来。燕子，别走！哦不，这运也太差了。人生没有转折。年轻人，要手机吗？挂。结果真转了。因为我还真买了。狒狒啊！狒狒都睡觉了。我选择做法，屈服。难道真的可以转运？这 Q 版好可爱呀、但是有点月光的感觉呀、哇！
其实男主还挺帅的，我觉得。这是他的神殿，哇，这做的还挺酷的。还行啊，愚者，我个人啊，但我觉得这还行，真挺不错的。我觉得就是确实在制作方面还挺出乎意料的，他人物画的就是非常的精美，然后呢很多的那种动态啊或者转场啊，其实还是非常炫的。对，我也觉得。对，而且就是尤其是他的那个神域领域叫什么？尤其是他的神域的部分，包括他的那些召唤啊什么的，我觉得其实还挺炫酷的。我觉得多少有一些炫技的成分在里边儿。但是我估计啊，就改编了挺多的，说真的。就是确实第一集的话看下来感觉信息量很大。对。可能还是得再多看一看才能串起来。毕竟它会稍微有一点点赶。你觉得这个故事的设定，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吸引人的，因为它有一层就是解密的，或者说是有点探案式的这种就是线索在里面，我觉得还挺就是很吸引人。因为它有点像，你不觉得有一点那个福尔摩斯的感觉吗？确实感觉还行。因为它需要就是去收集更多的信息啊等等。就是通过这些蛛丝马迹，他又要了解到自己这个克莱恩这个身体的就是过去，同时他还要去找到未来能回家的方法。我觉得可能对于你这种网文中度爱好者，就是很多元素你会觉得就比较熟悉，是吧？对，确实，但是我觉得这挺正常的呀，因为都是一个阶段的嘛。我觉得这个阶段可能都比如说就这几个，比如说有些穿越的元素啊，可能到过几年又下一个元素出现了，新一类元素，然后可能比如说一些人厉害的也会借鉴这些元素，但是主要还是看里面的细节和比较特别的剧情。第一季蛮不错的，信息量就是有点大，还没反应过来呢。我觉得就是克莱恩还挺吸引我的，就我能看，就是能看出来他是一个就是非常还是很精明、心思很缜密的一个人。你看他来到这个世界，就是穿越到了这个自杀者身上，但是他其实很快就你知道吗？就开始有目标的去进行自己的一些行动了。要是我的话，我就什么东西吃面包呢？吃面包呢？我还挺喜欢那个，我觉得那个就是那个警官。那个男的，你是说邓恩还是你说的邓恩？我其实挺喜欢那个伦纳德的，虽然他还没有太。伦纳德一开始是那个在那个。就是最开始有跟踪他的，就是我现在还挺疑惑，就是对于他的那个转运，然后转到那个神域，然后召唤那两个人的，就是那两个人到底是通过什么方法能被召唤过来？就显然那个女生。就是那个姑娘，她感觉像非常感兴趣，你知道吧？感觉自己就比较兴奋，然后呢，想见到这个阁下之类的。虽然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认识就是那个克莱恩，她为什么直接叫他阁下呢？因为有没有可能就是他们也就不知道怎么被召唤到那儿，但是有能召唤他们的，可能就是有能力嘛。有能力可能就是超凡者，他们都非凡者。他们都想成为非凡者嘛，所以呢，看到有非凡者，可能就叫阁下吧。他那个像那个姑娘，她不是就是好像在命令魔镜什么的，可能他们自己也在进行一些仪式之类的。我觉得肯定不可能谁都能做到这样，就是能到神域里，然后还能这样去召唤别人。挂嘛。对，所以他肯定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。这就关系到就是克莱恩他生前到底。就干了什么？可能不是说是招致了一些邪恶力量吗？可能就是在他的血液里吗？就是这股力量。但是我感觉就是他还有很多分布各个不同的什么家族啊之类的，还有什么贵族身份。对，我觉得这还得专门记一下，要不然都分不清。觉得就是多看几集，肯定是能顺得更清的。第一集感觉更像是一个就是背景的宏大的展开，所以他一下会给你塞很多东西。之后有时间来看看这本小说。
你打算听一下是吗？听书。看看吧。那今天视频到这结束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